天鹅湖第3幕中，黑天鹅完成了一个似乎无止境的连转，用单脚足尖交替支撑，放平，然后一直转啊转，一共转了32圈。这是芭蕾舞中最难的连续动作之一，而且在那大约30秒的时间内，它像是只陀螺无限地转下去。这种精彩的旋转叫做 fretless， 法语中意思是挥鞭转，描述了舞者连续转动的非凡能力。但在我们为此惊叹时，我们能否解释它的物理原理？舞者用脚尖蹬地获取扭转力来开始挥鞭转，但困难之处是保持转动的连续。在它旋转的过程中，脚尖和地板的摩擦力和他的身体所受到的空气阻力会减少它的动量。那么他是如何做到持续旋转的呢？在每个旋转之间，舞者会有一瞬间暂停并面向观众，他会放下支撑脚，在垫起的过程中扭转蹬地，以获取些许新的旋转动力。与此同时，他的双臂向外展开以保持平衡。如果他的重心保持稳定，这些旋转最为流畅。有经验的舞者能够保持他的旋转轴垂直。展开的双臂和不断产生扭转力的足尖共同完成这个挥鞭转动作。但真正的秘诀以及你几乎没察觉到停顿的原因，在于他的另一条腿从没有停止转动。在他短暂的暂停之时，舞者那只抬起的腿伸直，然后从前面转到旁边，然后折叠回到膝盖。通过持续动作，那条腿储存了一些旋转的动量。当腿向着身体方向缩回之时，那些储存的动量被转移回到舞者身上。当他再次踮起脚尖时，动量推动他旋转。随着芭蕾舞者在每次旋转中伸缩他的腿，动量在下肢与身体之间来回转移，使他保持持续转动。一个优秀的芭蕾舞者能够通过以下2种方式之一，在每次下肢伸直时完成多于1圈的旋转。第一，他可以提早伸直他的腿，他伸展腿的时间越长，所储存的动量就越多。那么当下肢缩回之时，更多的动量可以回到舞者的身体。更多的脚动量意味着他可以在需要补充因摩擦而损失的脚动量之前完成更多圈。另一个选择是当舞者再次垫脚时，将他的手臂或者腿缩得离身体更近些。这为什么有效呢？就如其他芭蕾舞旋转动作一样，挥鞭转也受脚动量的支配，脚动量等于脚速度乘以旋转惯性。除了摩擦损耗的动量之外，当舞者踮起脚尖时，脚动量必须保持不变，这被称作脚动量守恒定律。现在，旋转惯性可以当作身体对旋转动作的抵制。它在更多重量分布在远离旋转轴的位置时增加，在更多重量分布在靠近旋转轴的位置时减少。所以当舞者的手臂更靠近身体的时候，它的旋转惯性减小。为了保持脚动量，它的脚速度，也就是旋转的速度需要增加，从而保存相同的动量，让它实现多次的连续旋转。你可能见过滑冰的人做过相同的动作，通过收缩手臂和腿来加速冰上的旋转。在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剧中，黑天鹅是女巫，她迷人的32次挥鞭转看起来就像是魔法。但不是魔法让这一切发生，而是物理学。TED-Ed 正在努力以尽量多的语言，为尽量多的人提供免费的优质教育内容。向Patreon捐款，帮助支持我们的非盈利使命。别忘了订阅这个频道。